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威少与湖人究竟是好是坏？这一点我们没有很好的答案。即使他在休赛季扔进了大量的三分，没人敢保证新赛季的威少他的外线三分能完成蜕变。没有三分意味着没有进攻空间。很多人说威少是联盟中最懂得如何与中锋配合的矮将之一。既然空间不好，挡拆会不会是一个解决办法？所以我们就会想到那些理所当然的画面。5号位帮威少在外线设立掩护，威少获得空间突破篮下，好像我们之前担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这里就会有人指出，威少还没有达到勒布朗顶级组织者的高度。那威少组织进攻水平究竟在什么层次？这部影片就让鲈鱼来为大家解析威少的进攻模式。作为组织者，他与那些顶级大师是否有差距？首先，鲈鱼先说出我的个人观点：威少有差距，但差在细节处理。威少的基础技能没有什么问题，勒布朗的招牌绝技4分卫长传，威少寻找队友的动态视野能力很强，这也是为什么他是现役推快攻反击最猛的球员。阵地战表现来看，除了几个让观众血压飙升的失误，威少的传球能力还是 OK 的。他会在包夹的防守压力中精准地将球喂到外线射手手中，与内线的传球配合是他最爱的独门招式。威少不仅非常喜欢给中锋喂球，对于空切到篮下的前锋、后卫球员，他一样能交出高水准的传球表现。上赛季的巫师禁区有446次得分来自于威少的助攻，大幅领先排名第2特雷杨的343次。所以说威少作为组织者能力是有的，但距离勒布朗、克里斯隆多仍然差很多。对不起，是克里斯保罗。自从他离开了快艇，我经常把他们搞混。威少距离这些顶级组织者，他究竟有哪些不足呢？比如说像这个回合，这里76人面对威少的挡拆进攻，他们安排哈里斯暂时放弃他的防守对象，提前上前，用身位逼停威少，等待威少停下后，他马上回位，跟到巴村垒身边，防守效果看起来很好。像这里，威少再次叫了巴村垒挡拆掩护，哈里斯依然选择提前上前，之后马上回位。我们注意这里，在威少面前是无人防守的突破区，他的突破启动也已准备就绪，但丹尼格林突然出现在禁区的变数彻底封死了威少的突破路线，迫使后者减速刹车。我们再看巫师其他队友位置，从掩护发生到威少传球，76人其他球员的位置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直到中锋站在罚球线这个位置，在如此远的距离用抛投终结，这回合才草草收场。这是恩比德问题吗？不是的，面对巫师，里弗斯策略是让他更好的保护篮下，倒不如说巫师中锋要被逼迫到这个位置完成出手才合理一些。说到这里，相信你们能明白一些巫师打的有多么被动。没人会质疑威少的突破，既然他突破这么强，冲到篮下一定能牵扯防守阵型，机会不就出来了吗？但我们去看比赛真实画面，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个人认为，这是威少与其他顶级组织者最大差距，在一些细节处理，威少完成度并不好。最好的例子，我们参考速度较慢的东契奇，他明明那么慢，为什么总是能拉扯防守？无论是内线还是外线的射手，东契奇总是能为他们创造绝佳的出手空间。我们可以看东契奇的选择，同样是面对防守提前干扰，你会发现东契奇队友非常容易就获得了顺下空灌的机会，而威少被逼停了，队友也没有出现很好的机会。不知道大家对追追熊那一部解析影片是否有印象？他在影片中格外强调了挡拆的慢极其重要。事实上，东契奇不仅是慢，他非常清楚自己何时应该快一些。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一名持球人到底靠什么能拉扯阵型？答案是进攻威胁。我们看东契奇刚才的选择，当掩护发生时，他没有走这一边看似更好的左侧，而是走右侧。走右侧的东契奇也没有冲击篮下，他反而是在外线绕了一圈。我们注意这里，东契奇用余光看了一眼防守的位置，这时他加大步伐，突然加速到跑了几步，跑到了防守者前方。什么是进攻威胁？这就是进攻威胁。东契奇这个动作是为了抢到第一身位，于是他就可以牵着防守走，牵着约基奇走，剩下的球员非常轻松就获得了空灌机会。约基奇如果去协防，东契奇突破路线就出来了。其实这就是挡拆的意义，
你很难奢求就因为一个挡拆获得绝佳的控卫机会。所以那些顶级球员会关注一些其他东西，比如我们像东契奇一样用挡拆强占第一身位。像这里，东契奇突然加速，故意跑到中锋面前，其实因为队友的挡拆，他已经抢到了第一身位。于是东契奇向后退，中锋不知不觉离开了篮下区域。队友发现东契奇为他创造的机会，成功把握住，非常轻松的切入得分。为什么我们会说威少应该更容易抓住第一身位的机会？因为他太快了，非常出色的爆发力，威少强占第一身位有着天然优势。我们看这个回合，威少已经抢到第一身位，但他没有留意自己的跟防球员位置，向后退的距离太远了。最后威少没机会，顺下的中锋也没机会。如果在这个位置，威少就开始慢下来，等防守到自己身后，用后背卡住他，慢慢等队友顺下禁区，这样效果会好很多。恩比德不退后，威少助攻机会就来了。恩比德退后，威少可以慢慢向内线施压，你退我就进，这样恩比德就变得非常难受了。我们看这里，如果威少坚决的攻击恩比德右侧，后者一定会退向篮下底线，中锋的机会还是会出来的。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我觉得这是威少距离顶级组织者最缺少的技能。与其说技能，它更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但这细节有多重要，想必你们应该体会到了。他让一名新秀到达了比肩顶级组织者的高度。威少的组织更多需要队友提前无球跑位，才能对篮下造成杀伤。而东契奇强就强在这一点。你们看，东契奇在运球和中锋配合挡拆，其他3名队友就是在看，也没去跑位。直到东契奇在罚球线停下来，防守阵型发生了改变，队友突然发现有机会了，空切篮下就变得很容易。东契奇的风格是，你可以不跑位，我会让你看到机会，让你眼红的主动去抓住得分机会。而威少的风格更偏向需要队友主动配合，可创造的机会非常比较有限。威少或许没有东契奇的底型，但现役后卫能用身体强吃威少的，我相信没有几个吧。另一个例子就是克里斯保罗，你会发现他的挡拆造诣非常高，他很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加速，什么时候应该慢下来。即使没有足够的投篮威胁，威少依然有很大的进攻上升空间，只不过他的打球风格就像他的个性，雷厉风行。我要是进攻，5个人也拦不住我，这就导致于威少的传球、持球单打意图会比较明显一些。那些顶级组织者都达到了刚柔并济的高度，威少给我个人感觉过于刚烈了，他缺少了灵活的柔字诀。如果加入这一点，我相信威少个人带队威力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没有，新赛季的湖人需要将球少交给威少处理，不然那些无球跑位工作，我比较担心会把那些老头子累死。但谁知道呢？如果威少3分真的练出来，是吧？我们可以抱有极高的期望，前提是他足够理性。前面的技术，无论是身体素质、得分以及组织能力都要具备。一个只会得分的球星和一个会得分、篮板、助攻的球星，肯定后者会好一点。而要说到3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威少。从 MVP 赛季开始，3双就成了威少的标志。上赛季，威少也如愿以偿地成为历史3双王。可尴尬的是，威少的3双王称号往往伴随着球队战绩的乏力，亮眼的个人数据和同样亮眼的球队成绩形成鲜明反差。由于威少的个人吸引力，硬生生地把3双变成了贬义词，3双在此刻反而成了球队毒瘤的代表。无数抢队友篮板，为了数据放空防守的动图层出不穷，几乎要把威少钉在篮球运动的耻辱柱上。3双曾经是里基戴维斯、鲍勃苏拉和安东尼鲍维们冒天驾驶大波韦在比赛关键恶意刷出的数据，而在部分球迷看起来，威少也干着同样的事情。因此很多球迷就会想，威少拿3双有什么用呢？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威少的3双究竟能不能帮助球队赢球呢？那么这部影片，鲈鱼就跟大家聊聊，威少拿3双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2011至2012赛季例行赛期间，全联盟只有18人获得3双。到了上个赛季，这一数字已经连续5年超过100次，而威少正是这股潮流的先行者。其实从雷霆到巫师时期，威少拿3双对于球队和他自己来说都是好事，尤其是在雷霆的巅峰时期。16年夏天，杜兰特离开雷霆加盟勇士后，威少如同摆脱了束缚着他的枷锁，
不仅打出了31.6分、10.7板、10.4助的赛季场均3双的炸裂表现，还带领雷霆取得47胜35负西部第6的战绩。甚至他还凭借30加场均3双数据力压哈登成为当赛季 MVP。 18至17赛季，在乔治和安东尼加盟后，威少赛季场均3双纪录并没有被打断。这个赛季他仍旧有场均25.4分、10.1板、10.3助的全面表现，并且威少还把身边的保罗·乔治喂出了生涯最巅峰的表现。18至19赛季，威少在雷霆的最后一年，威少的表现也依旧全面，以场均22.9分、11.1板、10.7助完成了赛季场均3双，连续3个赛季场均3双，让威少成为了当时现役最全面的控卫。在连续3双数据的赛季，威少的3双可谓是联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对于球队来说，威少无论是传球还是抓篮板，都能将其转化成有效进攻，帮助球队得分。2015至2016赛季，雷霆拥有亚当斯、坎克和伊巴卡的内线组合，但是全队篮板最高的却是杜兰特，威少排名队内第3。当时雷霆就意识到，拥有双少这样的顶级攻防转换大师，收下篮板跟着跑就好了。于是球队场均得分来到了联盟第4，威少则是拿到18次3双。后一年，杜兰特的离开让雷霆的球场空间糟糕透顶。威少不在时，雷霆的3项命中率分别是 43.3%、32.1% 和 71.7%。威少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收篮板强推转换，于是雷霆场均快攻得分联盟第3。此后的5年，全联盟都在效仿这套策略。而威少的传球的策动也让队内的中锋、空切的队友以及一些专业得分手都有了很好的打球环境。所以威少的篮板和传球总体看下来是个好事，得分就更不用说了。其实拿3双的意义不在于数据，而是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否真正意味着你对球队帮助了很多。其实威少如今背负这么多骂名，还是从比赛观感来看，竞技水平下滑太多的原因。如果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名很好的球员，现在也不会遭受这么多指责。而威少拿了 MVP 的赛季，他又能冲又能有传球视野，他的持球攻击效率很高。但自从膝盖做了手术后，他的横移下降了，冲也冲不动了，还没有投篮，自然对球队就没有很大的帮助。这在巫师那个赛季特别明显。但在后半赛季，威少和比尔分工更加明确了，威少就是多传点，比尔多得分点，各自干好各自的活，自然就好打了。威少的3双，实话说是时代的产物，越来越快的比赛节奏，越来越集中的球权分配，都让威少成为了3双红利的宠儿。但同时，随着这个时代对数据的挖掘，越来越多人将效率挂在嘴边，球队要多投3分，投篮选择要尽量合理。可威少从出道以来都打着侵略如火的比赛，因此投射能力成了球迷讨论威少的又一大话题。所以这也是威少来到湖人后所遭遇的心底。那为什么威少来了湖人后就不行了呢？我们要注意，威少的3双背后有一个隐藏必要条件，那就是球权。你得按照以威少为持球大核心的打法去执行，威少才能将这些3双转化成真正的有效帮助。但湖人队内还有另一大持球大核心勒布朗存在，所以威少就和勒布朗体系严重冲突了。一个纯正的得分手搭配一些角色球员，这是威少最喜欢的阵容模式。而与勒布朗搭配，显然球队得围绕勒布朗来打，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威少自己交出了大量的球权，队友也不围着他打，球权不在他手里，让威少去打他不擅长的无球，可威少根本就不会啊，所以威少的那些缺点就被无限放大。其实我们看，当勒布朗缺席时，威少自己带队还是可以带着湖人打几场好球的，同时自己的数据表现也很好。所以说威少现在不是什么实力大幅度下降了，就是来到湖人碰到一个和自己一样必须按照我的方式来打球的人。威少来湖人后还是可以拿3双，但这要看勒布朗在无球和得分表现上怎么样。如果勒布朗突然没投篮手感，最后大概率还是赢不了球。而你让勒布朗像威少一样交出球权，他的个人数据势必会明显的下滑，这显然是不太现实的。所以3双这个东西不会是一件坏事，但如果你拿3双需要全队来给你垫背，那才是坏事啊。现在的威少成为了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各种缺点漏洞飞天遍地，防守不好，投篮不准。威少防守不好不是现在才有的，
之前在雷霆，多诺万将他藏在无球侧的底线协防，球队整体防守效果就很好。再说威少不会投篮，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人都是库里，不是每个人都擅长投篮，不会投篮这也不是威少的错，这是由威少的打球风格决定的。于是很多球迷纷纷呼吁管理层赶紧把威少弄走吧，可是弄不走怎么办呢？湖人已经做出了改变，让球队的阵容打法尽可能的去搭配威少。威少为了融入湖人，他也确实尽可能的去改变了，可尝试到现在依然没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对于威少来说，没必要刻意去改变自己，没准会打得好一些。不在意别人如何评论，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可以了。对攻防都有明显的问题，不过湖人本赛季已经连续送过好几场温暖。雷霆、森林狼、雄鹿和塞尔提克都在不理想的情况下，通过湖人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活塞本场也有这样的趋势，他们攻防两端在数据层面上不如湖人，当然也落后不了多少。但格兰特却在第4节用4个3分球的一波流打爆湖人，而湖人这边连霍华德都开始轮换时间投3分球，而且是2个全部都命中。但是显然湖人不可能靠霍华德投3分球来完成救赎。好在威少第4节爆发，助攻、篮板、抢断、隔扣和3分全都有，带队起势。浓眉则是湖人在没有詹姆斯的情况下的绝对核心和攻防保障，在他和威少的带队下，湖人最终完成17分逆转战胜活塞，艰难赢球结束3连败。虽然赢球了，但湖人还有许多问题。这赛季湖人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不太行，就如大家所看，他们不是面对一些特定队伍时攻防会出现问题，而是他们自身出现问题。所以一直像鲈鱼之前强调的，我们现在看湖人的比赛可以不用和其他球队比较，他们应该和自己竞争。而这场比赛末节从数据来看，他们非常出色地处理了球队攻防两端的问题。鲈鱼在分析录像时觉得这场比赛湖人末节的表现是湖人本赛季最出色的攻防表现，尤其是威少，这场比赛第4节他真的打出了自己该有的身价。最难得可贵的是，他和浓眉终于有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化学反应。这部影片鲈鱼就湖人第4节的表现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聊聊，让我们来看看湖人末节在攻防两端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改变。威少和浓眉本场比赛配合最好的进攻回合就是这个回合，浓眉和威少在弱侧挡拆配合，之后威少突破篮下，浓眉顺下，完成局部的2人配合。而在第4节，湖人进攻端使用最多的就是威少和浓眉的挡拆战术，让其他人到强侧外线拉空间，弱侧留给威少和浓眉处理进攻。这一回合我相信是很多湖人球迷非常想要看到的画面，这也是我上个湖人影片强调的一点。当威少和浓眉在进攻端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时，湖人赢球本就没有那么困难。但真正想要威少和浓眉的配合产生好的效果，还有2个方面需要处理好。第一个方面，我们都知道威少威胁最大的进攻方式就是突破，这毋庸置疑。但如何让自己的突破和浓眉的挡拆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是湖人和威少现在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像刚才那个回合，威少浓眉的挡拆配合可以成功，最基础的地方在于让威少本来的跟防球员约瑟夫失位，从而只能跟在威少身后，这样即使在突到篮下面对活塞强侧3人防守时，浓眉挡拆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威少的突破确实很强，很少能有人在正面阻止他的突破，但他现在最应该学会的是如何在挡拆后利用突破甩掉防守人。在之前的比赛中，威少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这场比赛威少很出色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让他在进攻端和浓眉配合的游刃有余。第二个方面就是威少一定要习惯浓眉的进攻习惯和节奏。最出色的挡拆进攻不是强化一个人威力，而是2个人。威少很多时候和浓眉打挡拆，总是和浓眉的进攻节奏不同步。像这个回合，浓眉在给威少提供了一个高质量挡拆时，他的顺下速度并没有那么快，但此时浓眉已经有了顺下攻框的意识。如果这球威少突破速度加快一点，吸引更多的协防，那顺下的浓眉将会有很好的篮下终结机会。所以威少还是要利用比赛更多的熟悉浓眉的进攻习惯，打出像开头我说过的那个回合的配合。这场比赛末节，
无论是威少和浓眉的挡拆配合，还是为队友创造进攻机会，场上的效果都非常显著。除此之外，我想重点表扬一下威少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打得非常冷静，展现了一名优秀控卫应有的沉稳，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急忙处理进攻。就像这个回合，塔克完成抢断，威少推动反击。这里注意，威少他在持球推进过程中并没有着急出球，等到运到罚球线附近的时候，他及时停止了自己的突破，等队友归位，随即找到跟进的瓜哥反手一记漂亮的助攻。还有这个回合，在一个人完成抢断后，威少很快的就到了前场，之后踩了一脚刹车，及时停止了自己的突破，反手给顺下的浓眉一记漂亮的助攻。在之前的湖人比赛中，很少看见威少会有这样的支配球表现。除此之外，本场比赛威少的无球空切效果非常显著。大部分 NBA 球员对威少防守策略可能大致都是一样的，防他的持球突破，无球还有投篮都是意思一下防。但活塞对威少无球跑位不是说不重要，是压根就不防。就像这个回合，同样的威少和浓眉在弱侧配合，浓眉低位单打，此时威少空切到篮下，而防守威少的约瑟夫的注意力全在浓眉身上，活塞其他球员也没有一个人是注意威少的。这就导致空切到篮下的威少居然没有人防守，随即大空位接浓眉传球，轻松上篮打进。还有这个回合，同样的战术，浓眉低位单打，威少无球跑位。这回合活塞的防守注意力又被浓眉全部吸引了，威少又是没有人防守的状态，一个简单的无球跑位，空切到篮下上篮命中。从这两个回合的防守表现来看，活塞根本就是不相信威少会打无球空切。只要威少和浓眉打配合，防守就一定会去包夹浓眉，放掉威少的。但威少用自己强有力的表现，狠狠地惩罚了活塞的防守。其实威少在之后的比赛也可以多做一些无球跑位的戏份。除此之外，这场比赛威少和其他队友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尤其是甜瓜。当甜瓜在第4节初投进3分时，威少就开始主动寻找甜瓜位置。就像这球，威少持球反击，威少的传球注意力全在瓜哥身上。等到瓜哥来到弧顶3分时，威少直接喂球给瓜哥，后者3分稳稳命中。瓜哥这名球员进攻很特殊，当他投进第1记3分后，他之后的命中率将会非常高。这也是为什么当詹姆斯在场时非常喜欢连续的给瓜哥喂球的原因。可以说这场比赛我们所期待威少打出的表现，他全部打出来了。防守端在前3节比赛，在格兰特准的有些离谱的3分球下，湖人的防守有些捉襟见肘。但在第4节，当活塞命中率下降，湖人摆出联防阵型后，很大程度地限制了活塞的进攻。活塞第4节仅仅得到17分，在出色的进攻加持下，加之强硬的防守，湖人逆转就可想而知了。在第4节，湖人的防守积极性非常出色，防守轮换也非常迅速和干净。这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2个状元之间的对垒。上半场，凯尼安迎着浓眉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高难度的进球。可到了第4节，浓眉完完全全限制了凯尼安，这2个帽可谓是把凯尼安给冒出阴影来了。不管怎么说，威少和浓眉终于有了期待中的默契配合。现在我们都调侃湖人这赛季连进季后赛都有点难度，但这支球队总会不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对于这支球队，我们只能对他们保持心态，如果他们可以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出色，就足够了。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请点点订阅，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